娱乐圈果然是没有干净的。就在昨天，娱乐圈被两个巨星炸弹轰了个正着，让整个娱乐圈都震惊了。先是有网友爆料，有一位85花要二婚了，并且登上了热搜。随后有网友联想到前几天的另一则爆料，据料称有一位明星要当爹，男星已经在香港陪产了。随后网友戏谑，这位85花是李晓峰，陪产的男星则是刘恺威。不过李晓峰是82年出生，而且以他的咖位显然不足以被称为85花。网友觉得这位85花是杨幂的可能性更大。此前也有狗仔爆料，某85花 TOP 离婚后恋情不断，小男友更是一个比一个年轻，种种迹象都让人觉得85花中杨幂再婚的可能性最大。至于刘恺威和李晓峰，更是屡屡传出婚讯。早在今年2月份，港媒便透露李晓峰怀孕2个月，两人好事将近，婚讯在即。甚至连刘恺威的父亲刘丹都表示希望儿子尽快迎娶李晓峰进门。港媒也表示，刘恺威和李晓峰的婚礼已在筹备阶段，加上此前李晓峰和刘恺威出行，刘恺威全程扶住箱子，李晓峰则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还用双手护住肚子，更让人觉得爆料属实。其次就是网传知名狗仔下周二将爆某85后明星大瓜，这个女星位居一线，圈里人基本都知道这档子事儿，看来事情的真相即将揭晓了。狗仔爆料内容，某85花女明星几年前曾是某位金主的小三，后来意外怀孕，金主想要这个孩子，但因为本身有家室不能娶她，所以就安排该女明星和一位男明星假结婚，顺利生下那个孩子。而那个男明星因为和金主有利益关系，也一直配合演戏。在爆料完后，狗仔还加了一句已经有实锤了，来证实自己爆料的真实性。既然是85后女明星，且男方作为绿手套出现，且与女方金主是利益关系，那么必然符合以下几项条件。据小编所知，女星差不多就是你们想的那个，而金主则有两说，一是说某股市被 ST 的影视公司老总，二是说某知名大导演。说白了，这其实就是一个绿手套的故事，意思就是男星帮助自己老板或者有重大利益关系的人，通过接盘的方式给金主打掩护，养小老婆。那么要做这个金主的绿手套，基本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。一，男方咖位必然不低。如果说男方与金主有利益关系，那么必然咖位不低。只有大咖位有财力的男星才会与金主有利益关系，要么是因为对赌协议，在某段时间内双方连续合作，要么是因为股份。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男星一般至少会是一线咖位，否则怎么可能和金主有不可割舍的利益关系？二，恋爱草率，被动结婚，闪婚闪离。既然男方与女方结婚是与金主签的合约，那么他们的相识相恋婚姻必然开始的时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，甚至是离谱。金主应该会安排他们有合作的机会，顺其自然产生恋情，但宣布的又比较突然。同时还要在生完孩子，让孩子师出有名后离婚，但又不会马上离，至少要做做样子，维持个2-3年，而且期间也没传出什么不和。三，避免公开秀恩爱。这一点大家都懂的，如果狗仔的消息为真，男女明星双方只是完成任务，又不是真爱，肯定不会像黄晓明那样高调，且留下过重爱的痕迹。一是两人没感情基础，平时也许都不住一起，实在爱不起来；二是金主也不允许。四，孩子为男孩，未婚先孕，且生完后基本不露脸。金主既然不能娶该明星，但又希望留下孩子，那么这个孩子应该是个男孩，而金主方则是子嗣担保，要么家里没男孩子，要么是有一个儿子，但老婆年纪大了又不能生了，所以才要留下这个孩子。按照这个推算，知道孩子性别，正常怀孕要16周才会看出孩子的性别。但还有一种方法，通过 DNA 和孕妇血液，怀孕9周后就可以看出男女。也就是说，这对明星结婚时，孩子在2.5到4个月左右，符合这项的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至于生完后基本不露脸，就更好理解了，怕孩子长得不像露馅儿。爆料出来后，虽然狗仔并没有给出比较明确的信息，但是网友们还是根据蛛丝马迹扒出了怀疑对象，85花们纷纷躺枪。看到关键词85花意外怀孕、假结婚、生儿子，许多人脑海中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一个名字：赵丽颖。
为什么会是赵丽颖？首先，赵丽颖跟冯绍峰的婚姻堪称平淡迅速儿戏，从隐瞒怀孕说网友们吃的都是注水瓜，要给大家劈个叉开始，很多网友就没看好过这段感情，尤其是感觉不出来这俩人彼此喜欢，连冯绍峰自己都犯嘀咕，在综艺中说道，不知道是赵丽颖真的喜欢自己，还是单纯就是想结婚。感情是需要经营的，爱得轰轰烈烈都容易分手，更别提这俩爱得云里雾里的了。简单看完这俩人的情感纠葛，我们继续来看狗仔爆料。其实符合条件的女星也不少，不单单只有赵丽颖，只不过猜测是她的人比较多罢了。据狗仔爆料，八五花在出道时有金主对其流量加持，给顶级的资源和人脉。在八五花小有名气后，两个人感情不断升温，但难在金主有家有妻子，不能给八五花名分。就在两个人爱得火热时，八五花发现自己怀孕了。金主面对这一切显得很茫然，一方面想留住孩子，一方面还想不离婚，留住孩子他妈。最后金主为了一箭双雕，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假结婚。这样做不仅可以让孩子抛去私生子的身份，还可以给八五花突然怀孕找个借口。此设想一出，带度的八五花和某男明星闪婚，突然的官宣让所有粉丝大吃一惊。金主安排好这一切后，让八五花安心养胎，顺利生下男婴。顺利生产后，八五花又按照之前的约定和男明星又闪离。不得不说，这娱乐圈真的是够乱。结婚这么神圣的事情，在他们的眼里就像过家家一样。虽然不知道这个接盘男明星是谁，但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，做人真的是够窝囊的了。但话又说回来，金主和男明星之间也有利益关系，能够答应这样的要求也是各取所需。毕竟在娱乐圈，想要好资源还是得低下头。除此之外，狗仔还爆这一切只有粉丝蒙在鼓里，圈内大多数人都知道八五花和金主的关系，也知道八五花和男明星假结婚的事儿。水至清则无鱼，在娱乐圈这种鱼龙混杂的环境里，八五花带度假结婚，男明星为了资源喜当爹的事情，可能也是见怪不怪了。大家都能默契的守口如瓶，也是在娱乐圈生存的素养。狗仔爆料一出，丢了一个大饼，表示将要在下周二揭晓这位八五花的身份。可粉丝们不淡定了，马上开始断案。提起八五花，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杨幂、杨颖、赵丽颖和唐嫣。盘点这几个人的经历，粉丝们都感觉赵丽颖很可能是这次吃瓜事件的女主角。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：杨幂和唐嫣生的都是女儿，而狗仔爆料的八五花生的是儿子。排除他们两个以后，再看杨颖。杨颖和黄晓明的世纪婚礼让上海虹桥机场直接瘫痪，这应该不是假结婚的牌面。况且他们两个婚前婚后都十分恩爱，不是闪婚闪离。在公布离婚消息之前，还极限拉扯了一番。话又说回来，以黄教主在娱乐圈的资源和地位，他也不太可能会成为接盘侠，毕竟人家自己就是金主。经过热心吃瓜群众们的种种缜密推理，排除明显不靠谱的选项后，粉丝们发现，竟然只剩下赵丽颖了。赵丽颖并非科班出身，以素人的身份出道，而且有传闻说赵丽颖是在田地里干农活时被星探发现的。不仅如此，她当年和冯绍峰的突然官宣也是吓坏了粉丝，两本红彤彤的结婚证直接晒在了社交平台上。他们两个的结合，很多粉丝都表示没有想到，太突然，甚至还有粉丝大喊不般配。赵丽颖和冯绍峰这段婚姻虽然让人难以接受，但无奈事情已成定局，粉丝也只能为他们俩送上祝福。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闪婚、生子、闪离一起来了，时间线很紧凑。推算日子，赵丽颖是带度和冯绍峰结婚，在孩子出生后马上又离了。在这期间，两人没有出轨、嫖娼这样的花边新闻，可以说莫名其妙的就分开了。离婚的热度消退后，也没有人仔细探究他们两个离婚的原因，直到有狗仔爆出八五花假结婚，才又提起这段失败的婚姻。而且对比条件，这个瓜好像只有赵丽颖可以接了。八五花假结婚的细节虽然和赵丽颖的经历十分相像，但也有网友提出了疑问。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后，孩子由男方抚养。如果他俩是假结婚，冯绍峰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养别人的儿子？而且就算冯绍峰肯为资本低头，他的家里也万万不能同意啊！
整个瓜吃得扑朔迷离。虽然很多细节相重合，但也不能就此认定假结婚的八五小花就是赵丽颖。这个狗仔也是只放出了一个烟雾弹而已，事情的真假根本没有办法辨别。毕竟狗仔放鸽子这种事儿也是常有，所以各位要理性吃瓜。说到底，婚姻是双方的事情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只要双方在不重婚的情况下结识，都是正常现象。毕竟人家也没违法。至于其他的，也只能放在道德层面了。无论这个瓜是真是假，相信大家也都能理解。娱乐圈嘛，啥都有可能发生，也没必要太过惊讶。